真实的灵界程序是如何运作的呢？小我享受与灵魂安乐，哪个更可贵？面对人生取舍，是否有两者兼得的秘籍呢？意识频率的高低有多重要？本期视频我们就来探究上面这几个问题，带你了解真实的灵界程序运作逻辑和灵界的价值观体系，让你思考什么是真正重要的、可贵的，思考怎样为灵魂带来注意。如果你希望了悟生死，活得通透，不要错过今天的内容，现在马上开始。幕后程序，是你的祸躲不过，不是你的福求不来。现在很流行所谓的吸引力法则，说心想事成，你只要意志坚定地去渴望，那就可以消灾驱祸，甚至发财致富，被爱情撞个满怀。真实的灵界程序是如何运作的呢？意识频率的高低决定了自己被哪个频率的故事线所裹挟，但没有知行合一，只是白日空想，那到头来还是一无所获。平衡是永远的天条，得失总是守恒，年级越高，考题越难。你真的准备好了吗？个体自身的视野广度决定认知水平，认知水平决定智慧层次，智慧层次决定情商与智商，情商智商决定为人处事时的各种细微抉择与行为反应。人生中各处的细微取舍，最终累积成人生的大趋势走向。每日里的情绪感受会总成自己的人生体悟。个人在感受到大趋势所带来的各种起伏过程时，自己如何诠释这些得失利弊，进而产生哪些自我感受与情绪反馈，采取了什么互动态度与应对行为，全都依赖于自我心智对自身利益的关注强度与如何定义得失。一个人的视野有多深广，其心胸就有多广博。如果宇宙在其眼里不过是一枚尘埃，那一段沟壑怎能令其动容失衡呢？什么是自身利益的着力点呢？就是你在人生的过程中到底看重些什么。所谓关心则乱，当感觉到失衡时，请仔细地看看自己的重心是不是过于偏重自我得失的感受，或过于偏重维系讨好他人。平衡需要不固着在某一状态，需要能宏观地看待二分：金钱的多少，自我名利的起伏，爱情婚姻的聚散，子女是否幸福，自我价值的体现，健康寿命的久长，灵魂心智的扬升，智慧觉知的增长，逍遥快乐的自在。当自己像个八爪鱼一般，四面八方都想要达成时，力不从心，顾此失彼，东拉西拽会让身心疲惫。84000法门中没有唯一真理，任何一门若能精进到极致，都可以入道感悟通达。不欲得而无所能失，不欲失而无所能乐。不欲、不谋、无为，看似很消极遁世，终将导致一事无成，毫无建树，贫困潦倒。那么在混沌中，生命能自然地活下去吗？植物在彼此竞争，动物在彼此竞争，人们在彼此竞争，争的是可发展可存续的空间。所欲未生，这就是欲色界的现况。怎么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做到不欲、不谋、无为呢？这里的秘密在有度之治。欲中有度在不过其虚，谋中有度在共赢双利，为中有度在不强人所难。欲中有度在自爱，谋中有度在自谦，为中有度在自省。有一得必有一失，宏观平衡的流动性，取舍间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个体得失与整体得失，小我享受与灵魂安乐，哪个更可贵？面对人生取舍，是否有两者兼得的秘籍呢？你的喜乐如果是建立在短暂的、无常的、周期性的得失大潮中，必然是要跟随风雨谷的变化，而往复在悲喜的感受里。如果你可以在诗中感悟到启迪，从而校正自身偏颇，获得成长的智慧法喜，又能在得中印证成长，感受到丰盈的喜悦，在亏中保持分享布施的乐观，在赢中不惦念无常的恐惧，乐观的纯然感受当下，
一切都随其自然感受成住坏空的过程时，那么在任意时刻任何过程中都可以在大趋势下去印证自身是否与道合一，在得失盈亏失能的起落中始终都可以安住于自在喜乐。当你可以从容地用智慧去面对所谓的无常，当你可以用宏观的知见去预见生命的起伏，知晓一切聚散皆因缘和合的乾坤一梦，无常与明天哪个会先来到，自己的灵魂在面对肉身的骨灰时，突然发现这个世界可以压根儿没有我，而一切如旧，一生争执谋划的东西全是在为他人做嫁衣，只有记忆和领悟是一生所得的唯一。别把人生中的点滴小事都上升到原则，别把细枝末节的得失都扩散到趋势。人生中太多的挣扎与脾气，仅仅是为了利己的预期，为了遥不可及的完美状态，而让当下变得狗血无比。在争个对错输赢好坏时，失去的往往比赢得的要太多。很多东西因为在意其价值而很执拗地在征战着，而这没有硝烟的战争却输掉了自己最无价的时间、感情、健康、平衡、喜悦。每一次闹脾气或不痛快时，请想想你所施加的压力，所做的抗争，得到的与失去的哪个对你更重要呢？哪个对你爱的人更重要呢？哪个对你们更重要呢？我的一个患者生活很节俭，菜汤剩油都要吃掉，不能浪费了那几毛钱。然后每月几百美金的吃降压药，因为摄入盐过多吃消脂药，因为摄入油脂过多吃降糖药，因为吃的面食过多。她一辈子反对丈夫喜酒，想要爱人长寿。男人70岁的时候抽烟被她发现，大吵一架，丈夫被气得心梗走了。孩子打小吃隔天剩菜，养成了生活节俭的习惯，不到50就胃癌走了。老太太一次哭着问，我那么爱他们，都为他们好，省吃俭用的为什么呀？细节铸就了成败，或许都是偶然，或许都是必然。她一生都生活在恐惧中，恐惧匮乏，恐惧失去爱人，恐惧自己剩下一个人。看完这个故事，请你也仔细想想，你被各种所谓的知识和广告植入了多少恐惧和信念呢？就在上面的小文里就有盐、糖、油会治病的暗示，你发觉了吗？什么生成实相呢？什么带来体验呢？是因果论吗？如果真是是非线性的，那是什么把你拉扯入你不愿经历的实相中呢？黑魔法的诅咒有时很灵验，只要你起心动念不断的发生，就会如愿以偿。好的不灵，坏的灵。你求福时，上苍要看看你配不配；你求灾时，他们可乐意配合了。这是个好学生，主动要求加作业。你一生的记忆中充斥着什么？你的领悟又成熟了几分呢？若心无所求，万法自然的清明洞见就会自然地呈现出来。你当下的意识层级决定了你可感知到何等层次的清明喜乐状态。当你在清明喜乐的状态里时，你的灵魂频率就不会散乱低迷，而清澈高昂的意识频率必然会引领着意识去聚焦感受那与自身频率对等的频率维度实相体系。在高频实相体系的世界中，一切故事线都是由至善的高频意识们构建出来的，意识体们相互间的协作与交互都是基于利他的，且是无私的。天堂不在遥远的西方或宇宙中某处秘境，它就在你我的心中，而清明喜乐的状态就是显现进入那秘境的秘籍。反之，由恐惧、贪婪、愤怒、不甘组成的感受体系，在所求不遂的失衡中，会引发出相互指责、攻击、评判、诋毁、欺凌、逃避等行为，并依此拼凑形成低频实相体验。其核心是由利己意愿为主导的自我意识体们，在自我利益无法持续达成的时候，会被自身低迷的意识频率牵引入这样的实相体系中，体验着彼此相互伤害的感受，直到自己愿意放过自己与他人。福祸相依，消长如潮，
生命的喜乐要是建立在短期利益得失上，会很辛苦。安住在法喜里并非易事，需要清明的洞察，中观的正悟，布施的法喜，利他的爱愿。当能在施中见德，德中布施，自然而然的就会被牵引入高频实相体系中，而达成安住喜乐。不谋德，方得安。不谋不是说不去规划，而是不执着在自己的谋划中，让自身获得更大的思维弹性。当你极度渴望得到什么的时候，人生课业就会被导向性的显化出来，得不到时痛苦与得到后空虚。要填补那失落的感觉，就要又去追寻下一个，再下一个渴望，如此往复，永无尽头，就像被胡萝卜勾引着拉车的驴一般。身心俱疲时，回头看看那些已然获取了的成就，以前无比重要过的东西，仿佛也都不是那么的重要，甚至有没有也没什么太大关系。若能静下来，好好想想自己到底在渴望着什么，当获得后能给自我灵魂带来怎样的注意。回到灵魂两问上：一，此生令你最为骄傲的成就是什么？二，此生你感觉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你当下所追赶的胡萝卜，是否对你中考时必须要面对的灵魂思考有所注意呢？活在当下是最常被提及的心灵宝典，不纠缠过往，也不图谋或恐惧忧虑未来，做好此刻的事，感悟出这一刻的觉知。道理一词大家都知道，但很少人晓得，理字源于文理，是事物运化过程引发的可被观察到的涟漪。道本无形，人们通过观察理来体察到的轨迹。其实我们在人生中确定自我价值、自我位置的时候，也是利用过往轨迹与周边反馈来连线定位的，进而又用过往的轨迹来预测未来的趋势。习惯是习气的惯性。都说开悟之人命不可测，就是因为活明白了的人不被习气的惯性所束缚。人们算命或四处聆听预言，就是为了把不确定性尽量的缩小，让自身可以趋利避害地做出英明的预见性选择，并对失败或成功的经验反思与总结，以史为鉴，让自己活得更聪明些。这一行为是无可厚非与全然正确的，只是这一习性在日常中被很多人不自觉地无限延伸了，并且充斥着情绪化的胡思乱想，结果被商业化利用，兜售各色预言，忽悠着恐慌和焦虑未来，在信谣、传谣中直接导致自身意识频率快速下降，而内在意识关注的趋向引导自身进入那可能性的频率的维度是相重，让自己体验那些实相。自由意识与宿命的平衡性中，我们将展开更深入的讨论。看到这里，希望点赞、评论、转发，以便帮助到更多有缘人。第27期结束，谢谢观看。